今天我們去看那個懸崖上的石斛，前幾年在這裡發現了它，不知道還在不在。哇，現在這個小溪水好少哦，這個水流就像一個窄窄的哈达樣的。以前春夏的時候見到它，水是比較多的，兩側都是比較濕滑，走起来要非常小心。現在乾燥的溪床踩上去有牢牢的抓地之感了。以前有一期節目让我拍小溪草药多的系列视頻，我曾經就在這裡拍過了，當時也拍了很多這個草藥，像小丹参、石剑川，還有烈叶秋海棠，還有天仙果等等。我们再走一段就能看到一个小瀑布，在这个山谷里非常袖珍的一个瀑布，但是形态特別迷人。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這個小瀑布，是不是非常袖珍？從上面到下面大概呈80度樣的俯衝下來，很像一道執拗的鐵杵啊，通過萬千年的磨礪，把這個石床都磨出了一個深深的凹痕吶。下方這個小圓坑也是慢慢的沖刷出來的。這裡還有一株五指毛桃的，朋友們，這是長在這個溪邊。五指毛桃是嶺南地區的煲湯食材，被譽為廣東人參。你們喝過它的湯嗎？圓坑邊這個長杉還在嘞，現在它結的這個果是那種誘人的深藍色。我們地球也是深藍的，所以長杉結了滿樹的小地球吧。其實它的花白色，但是也透着一種藍。這個上面就是長石斛的石崖了，我們爬上去看看。哇，我好像看到了，它還在。我們過去看一看，幾年不見，沒想到它還在啊。它倒懸在這個石壁斜頂，好像有點搖搖欲墜的樣子，但是哪怕很大的風，我相信可能都奈何不了它。為什麼？你們看，它有10多條這個白白的根，牢牢地抓進這個石隙裡面。不過風來了，倒是賦予它好像掛在懸崖上的風鈴之感。那我們就叫它風鈴石斛，好不好？這個應該是鐵皮石斛，大家看它的葉子比較窄，比較長，頂尖好像一個枝椏一樣的，但是我們現在看它淨的表皮並沒有像鐵鏽色那樣，我想可能是因為它現在比較缺水嘛，或者相當於一種冬眠的狀態，因為下半年雨水少，它要保存自己的生機，蟄伏在這個冬天裡，相當於是一種假寐，或者這也是它冬天的修煉一種養陰之功。石斛和這個小溪同樣的乾瘦，他們就安靜地待在這個溪谷裡，一起等待春天。有朋友讓我採一點野生絞股藍，不知道這個季節還能不能找到哦。我們今天上山去看一看。一大早小鳥都出來活動了，那個鳥好漂亮，落在這個藤構上面。藤構有點枯黃了，藤構其實也是一味好藥。哇，一下飛走了，留下這個藤構枝條在風中搖曳。絞股藍喜歡生長在那種比較濕潤的地方，所以今天我們去的是一個溪谷。這個小溪啊非常漂亮，其中溪底有一個巨石，好像茶桌或者茶台，中間凹槽啊，是不是像茶台的排水坑？哇，還飛來一隻小鳥，肚皮的顏色啊，有點像淬火的鋼，泛着一種藍樣的。它叫紅尾水鸲，雖然叫紅尾，只有雄鳥的尾巴是紅的，雌鳥尾巴灰褐色，泛着一點白。小溪裡面層層疊疊，很多瀑布了。這個溪谷裡的空氣好好哦，很多朋友來連南都感嘆連南的空氣真好，因為這裡人煙稀少，森林覆蓋廣。其實我覺得還有一個原因，每次我到山裡面啊，我覺得連南的空氣每天都在養生。特別是像這樣的溪谷裡，像小溪的溪面啊，微微顫動，那就是給空氣在做按摩，一個個的小漩渦，那是它獨特的手法。還有很多小瀑布啊，像白練一樣進行推、扣、撥、按，所以
雲南的空氣啊，它沒有什麼壓力，而且每天和美好的事物在一起，並且時時刻刻還在養生，這樣的空氣能不好嗎？所以這樣的山裡產的藥材也是非常好的。小果籃已經找到了，現在它有點枯黃的狀態了，沒有那麼鮮綠，好多果，這個就是角果蘭的果，一串一串的，有點藍黑色。我們摘下來，把它捏碎，撒在這個周邊。我的窯藝師傅告訴我啊，採藥的時候，當它有種子，我們就這樣操作，就是幫它傳播。我們採的這個是7葉角果蘭，像連南這邊山上很多7葉的角果蘭，當然也有5葉的角果蘭。我們用的就是它的藤，採回去以後曬乾切碎泡茶喝，它也叫5葉參。有一句話說，北有野山參，南有角果蘭。它的果可以吃嗎？其實也是可以吃的，吃起來味道不好，但是我們吃過以後，过后会非常舒服，甚至持續1-2個小時，口裡都是有點那種回甘滋味。這裡還有瓜蓼啊，現在苗都枯萎了，就是這個紅紅的果掛在這個藤上。瓜蓼也是好東西，有一個瓜蓼蟹白半夏湯，不知道大家聽說過沒有？現在採了有4-5把，我們就採這麼多吧。回家嘍！關於角果蘭的知識，大家也可以一起在評論區分享。又見白鯽靈，它在這個水面不停地啄食，用它的肺好像在點水一樣的，而且速度比較快，所以它也叫點水雀。它的胸前好像帶了一個黑色的帆布兜一樣的，可能是它比較好吃，老是在水邊啄來啄去啊，媽媽怕它把自己弄髒。前幾天我也在這個水面看到過它，當然不確定是不是同一隻哦，因為鳥在我們人類看來好像長得很像的女明星，如果不熟悉它的戲份，好像臉盲一樣，很難分辨。其實鳥它是可以分辨的，別的鳥喙上有一個斑，就像我們看別人臉上有一個痣一樣的，分得清清楚楚。還有叫聲，我們聽來都差不多一樣的，其實它們也聽得出來。有的叫聲有點像馬三立，有的像单田芳。還看到一只翠鳥，這個應該是普通翠鳥，停在這個石頭上。本來我想看它捕魚的，結果一下飛走了。後來等了一下，等我們從那邊回來的時候，又看到它的身影，但是它又一下飛走了，露出這個腹部那種栗棕色啊。翠鳥背部那個顏色啊，特別閃亮。我想起《紅樓夢》裡曹雪芹4個字的描寫：碧彩閃灼。還看到一只白冠燕尾，尾巴很長，黑白相間，非常喜歡在小溪山澗覓食。經常親近這個小溪啊，我有一個感受，我覺得小溪也是有材質的。是什麼材質呢？是乾淨的山泉水和被山泉水盤了數萬年的石頭，有的溫潤，很像被盤久了的核桃或者玉石。水體平緩的地方，有點像那個顫動的玻璃，如果陽光一照啊，質感誘人吶。而落差的地方，就像濺起的碎玉。另外，小溪也是有睡眠的，小溪是天真的孩童，春夏活蹦亂跳了，奔突莽撞啊，是孩童白天的玩鬧。秋冬水少了，氣息弱了，有的甚至表面都看不到水，只聽見在石下面細細的奔流，如同夜晚的休息。細細的水聲就像孩童的鼻息。小溪也是有氣味的，是乾淨的水汽加草木清香之氣吧。它的氣味總是很清新啊，有时候的水性气呢，那是孩童打鬧的汗味。去山裡拿一根忘記的狗繩，順便看望一位瘦了的老朋友。幾年之前我來這裡拍過這個石上峰，沒想到現在它還健在。不過現在狀態有點蔫蔫的，因為整個下半年比較少雨嘛，像小溪都乾了，瀑布啊都比較消瘦，沒有水汽氤潤上來，它就像長期暴曬啊，曬的那種撐的不行的，好像都看不出真正年齡的少女。需要保養，需要補水。
石隙裡面有很多這個石菖蒲，好多条直立的肉穗花絮。现在花粉落下来，好像那个锯末屑一样啊，落在这个叶子上，有点像那個驱蛇粉。野櫻花小小的粉紅色，在這個冬季啊，掩映在這種好像有點蕭瑟的綠色中，非常奪目，一下子讓這個山谷有了生機。它的花型像燈盞，也像鐘，有的叫它鐘形櫻花。看這裡好多氣泡泡，哈哈，很漂亮吧？這個溪床裡一個石頭可能是山上滾下來的吧，還長了幾顆這個石上楓呢。看它的根吶，扒得很緊呢。如果這個瀑布胖起來啊，水會把它淹沒了，可能會有點生存困難吧。我突然覺得這個不是瀑布，是擱在這個山谷裡面的一把二胡。水就是琴弦，石床就是松香，山谷就是櫻香。它就在這個山谷裡啊，拉了成千上萬年吧，像石床都磨出了深深的凹痕，就好像胡琴的松香啊，被磨得出了痕跡。春夏的時候弦比較粗，拉的是長調，而秋冬弦變細了，好像斷弦一樣，拉的是短歌。分享一個罕見的鏡頭，我拍到了斑紋鳥搭吊床。斑紋鳥因腹部有褐色斑紋而得名，但我拍的這隻身上還沒有斑紋，因為它是剛成年的幼鳥，還沒有穿上華麗的衣服。不過這不妨礙它成為一個非常聰明的小家伙。你們看，開麥娘熟了，像撒了麵包屑。這隻斑紋鳥是來吃早飯的，啄一下肺就黃一片，好像偷吃完來不及擦嘴的孩子。它選中幾根細桿，落下壓彎，疊成一個臨時的吊床，吃幾口，晃一晃，晃一晃，就把旁邊的莖也拽過來，攏到一起，踩在腳下。吃着吃着，它把餐桌鋪得更穩了。我想，如果它開直播啊，別的斑紋鳥一定會刷禮物。家人們看好了，先這樣，再這樣，每一口都要吃得穩穩當當。而此刻我蹲在這裡看它，是童年的我把眼睛借給了我。隔着幾十年，我們像蒙太奇鏡頭般貼合在一起，一起看着這斑紋鳥。它飛走了，吊床還在原地晃悠。今天被一隻白鷺吸引，把我變成了一個花痴。我開始在三江河邊閒逛，遠遠看出竹子頂上停着一隻白鷺，我就跑過去拍嘛，走一段拍一下，越走越近，結果最後飛掉了。這讓我誤入這片油菜花田。蜜蜂是油菜花叢最多的生物，正在忙碌。一隻報喜斑粉蝶吸引了我的目光，它翅膀色彩鮮豔喜慶。如果論昆蟲界的吃播啊，我覺得蜜蜂是平凡的樸實的大眾主播，而蝴蝶就是着裝妖嬈的華麗網紅吧。突然一隻比報喜斑粉蝶更大的蝴蝶映入眼簾，我給它細細拍了一陣，它似乎不怕人吶，我看見它很漂亮嘛，所以還給它合影了一張。後來才知道它叫橙帶南赤蛾，竟是一個有害的生物。這隻妖豔的小妖精啊，讓我誤以為是墜入凡間的蝴蝶仙子，還忍不住跟他合影。想起《西遊記》裡的唐僧遇見妖精，不知道是妖精嘛，所以有時候也免不了有點動心了。它典型的特徵是前翅中央和後翅下緣過注一條醒目的橙色橫帶，並且它身上還有一點藍色的金屬光澤啊。論外表來說，確實美豔。特別是它停在這個油菜花上，兩翼平展的時候，我覺得極其有型，有點像一種神秘的飛行器。它主要就是危害羅漢松鼠和陸尊松鼠的植物。回到河堤停車去啊，我準備回家，有一個精彩鏡頭沒有拍到。我看到有一隻菜粉蝶飛在這個蘿蔔花叢中，菜粉蝶白白的嘛，蘿蔔花也是白白的，所以雙白相映，有一種沉靜的優雅。下午的時候啊，陽光也正好，我想着油菜花田肯定也很熱鬧，
所以我走到家附近的田野也去看看，一大片紫潤櫻開得正豔，很多蜜蜂在採紫潤櫻花蜜。步入油菜花田啊，發現好多雄蜂，有棕褐色者，也有全身金燦燦的，落在油菜花上，碩大的體格就把這個油菜花梗掰彎了。蜜蜂落上去，花梗是不彎的，所以花梗就像體重秤。雄蜂是承重極限，我還和雄蜂成功合影了一張。它比橙帶南赤蛾那個小妖精要怕人一些，不過我輕手輕腳還是成功了。後來我看到一隻巴黎翠鳳蝶啊，我也想如法炮製嘛，想跟這個翠鳳蝶合影一張。結果它好敏感啊，可能這個巴黎貴婦人對我這種山村漢子啊有點瞧不上。後來我一步準備在那邊去拍的時候，驚飛一群斑紋鳥，我都沒有想到這麼多鳥藏在這個油菜花田。像斑紋鳥之所以落在油菜花叢，它們是吃矮處的看麥娘。後來我在其他地方去拍，再轉到這裡的時候，又發現它們的身影，不過它們好像比較謹慎了。而且有一隻停在這個油菜花杆上啊，好像有點放哨的感覺。一隻白鷺把我變成花痴的故事就講到這裡了。